韩国19禁犯罪惊悚片《狼狩猎》已经上映，全片血浆横飞，尺度极大，有人称它为男版魔女，也有人称之为海上釜山行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故事。2016年，韩国与菲律宾签订罪犯引渡协议。1年后，47名潜逃菲律宾的韩国罪犯被集体遣返。尽管提前做好了安保工作，但最后还是发生了意外。人群中，受害者家属眼镜哥认出其中一名罪犯，怒吼一声后，眼镜哥奋力扑向罪犯。警察见状，迅速将其压制，却没注意到眼镜哥的包。一声巨响，眼镜哥引爆了手里的炸弹。这次事故造成7名警察殉职，30多名机场乘客不同程度受伤。时间来到2022年，又一批韩国罪犯在菲律宾被捕。吸取之前的经验，这次韩国警方决定利用普通人无法靠近的集装箱港口押送罪犯，确保安全。押送队伍共有20多位警察组成，其中不乏10多年经验的老刑警。除此之外，还配备了医生和护士。货轮将在3天后抵达韩国釜山。面对一群穷凶极恶的红色通缉犯，注定了这趟旅程不会平静。而这艘看似平常的货轮，似乎也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晚餐时间，医生鬼鬼祟祟来到货舱，只见木箱中躺着一个浑身是血、似人非人的怪物。挡在面前的钢筋似乎说明他是个极度危险的存在。医生拿掉氧气罩，好奇地扒开他的嘴巴，里面爬满了恶心的蛆虫，医生差点吐出年夜饭。一旁看守的男人警告他，不该问的别问。打完镇静剂马上离开。对方一看就不好惹，医生连忙乖乖照做。夜幕降临，货轮驶入公海，警察们也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，各种聊天和打牌，完全没察觉到有人要搞事情了。罪犯阿仁竟从嘴里的牙套上抠出一截钢丝，神不知鬼不觉打开了手铐，然后将铁丝丢给了同一间房的罪犯。与此同时，一帮伪装成船员的罪犯们也开始了行动。他们拿起偷运来的武器，准备一场血腥屠杀。几个年轻警察刚打完牌，准备回房睡觉，却不知死神即刻降临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他们被船员杀得措手不及，喷溅的血液犹如打开阀门的自来水，瞬间血流成河。之后，船员把尸体藏进了厨房冷冻室。货轮驾驶室中，船长和副手们岁月静好。下一秒，杀人船员们破门而入，一顿突突，最后只留下2个会开船的人。他们破坏通讯设备，阻断货轮与陆地取得联系。得知这一情况，国内负责跟踪的海上救援队立马紧张起来。队长老王下令组员无论如何尽快想到应对方案。货轮上，女警小美在记录工作日志时，发现手机没有信号，用对讲机联系其他警察，也无人回应。尽管一起的女警认为是对讲机出了问题，谨慎的小美还是决定出门查看。阿仁这边，和他在一起的罪犯动作不利索，开锁时哐当一声引来了一个警察。没办法，阿仁只好先下手为强。外面的警察听到动静本想支援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船员杀到这里，通道里的几个警察瞬间被团灭。完事后，船员毕恭毕敬站在门口。原来阿仁就是他们的老大。负责看守的警察死了，这一层的罪犯也都获得自由。不过这些人中也有不开眼的，比如下面这位酱油哥，被阿仁救了，反而一脸不屑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阿仁能忍吗？当然不能，转头就把酱油哥打成了筛子。换上行头，阿仁发话：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所有罪犯都不敢说话，只有这个叫道日的年轻人，看起来似乎没那么残暴。他并不想和道日一起搞事情，只希望能顺利抵达韩国。小美拿着对讲机来到船舱外，结果还是联系不上队友。不过她却在这里遇到了队长宇哥。很快他们便察觉驾驶室有异常，打开舱门，一场硬仗在所难免。虽然船员炮火猛烈，可宇哥不是混饭吃的，凭借掩护顺利躲过所有子弹。就在这时，船员突然劫持副手当人质，逼迫宇哥缴械投降。小美真是用猝不及防的偷袭，为宇哥争取到了反击的机会。1枪2枪，罪犯终于倒下。小美从副手口中得知，机房里还有一部卫星电话，利用它就能向陆地寻求支援。宇哥来到关押罪犯的这一层，发现这里人去楼空，到处是血，警察全部下落不明。和幸存的其他警察会合后，一行人连忙赶往机房。此时船上的人还不知道更危险的存在是在货舱里。冷藏室里的尸体堆成小山，血液渗透地板，滴到木箱里的怪物身上。
闻着血腥味，怪物渐渐苏醒，看来比阿仁还要危险的存在马上就要登场了。阿仁带着兄弟们潜入货轮各个空间，见人就杀。作为高智商罪犯，阿仁也已经打探到卫星电话的位置，成功销毁后，机房长也失去了利用价值。就在阿仁准备痛下杀手时，道人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劝他适可而止。就在这时，枪声大作，是宇哥他们来了。喊话过后，双方随即陷入混战。突然，怪物从天而降，一脚就把一个小弟踹到飞起。大家齐刷刷看过去，眼神里显满震惊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丧尸吗？怪物自带热感应能力，虽然是血肉之躯，但力量和敏捷度远远超过普通人类，连血罐子里泡大的阿仁都被镇住了。显然，在怪物面前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。有个小弟不自量力上前挑衅，下一秒就被怪物送上天堂。不管是罪犯还是警察，怪物杀起来如同捏死一只小鸡仔那么简单。眼看形势不对，阿仁带着小弟们先跑为上，可当他拿到武器时，又变得膨胀起来。然而疯狂扫射后，怪物竟毫发未损。紧接着，阿仁被怪物盯上，死在了大铁锤下。接着，宇哥也被怪物狠狠掐住脖子。危急关头，道日捡起地上的刀子冲了过去。无意间，他看到怪物胸口上的编号，晃了一下神。道日和怪物纠缠时，小美赶紧开枪助攻。虽然杀不死怪物，好歹给三人争取到了逃跑时间。他们关闭舱门，把怪物困在机房里。期间，一起逃出来的罪犯花大爷认出怪物身上穿的是很多年前的囚服。老王这边，他接到一通神秘电话，打电话的男人胸口有道疤，旁边还有着和怪物一样醒目的编号。从对话中得知，男人是韩国某家大型制药公司的理事，他和老王秘密达成交易，要将怪物运到韩国。现在货轮出事，理事要求老王立刻乘坐直升机前往货轮，把怪物带到他面前。另一边，医生听到枪声后一直躲在房间里，护士傻白甜完全没搞清楚情况。听到外面传来响动，他来到玻璃窗户前，结果被怪物抓了个正着，捏断颈动脉，爆血而亡。目睹护士惨死，医生吓得连忙逃窜。刚出门便遇到了宇哥一行人，他说自己也是拿钱办事儿，每隔6个小时给怪物打一针镇静剂。谁知道怪物这么厉害，医生带小美等人来到之前怪物躺尸的货舱，负责看守的2个男人死的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，一个死于黑虎掏心，一个死无全尸。医生拿出之前放在这里的药，简单处理大家的伤口。小美在桌上发现一些资料，全是日文，上面详细记录了怪物的出身。怪物叫金汉圭，生于1911年，在1943年时，他在参与日本入侵菲律宾的战争，右臂被砍伤，之后被收监在菲律宾西部的某个战俘营中。后来，日本为了打造出异于常人的生物武器，展开了一项人体实验，而金汉圭正是最完美的实验体。怪物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虽然眼睛被钉子缝住，他却有着极高的感知力。实验刚成功，在场的医生、护士以及负责实验项目的日本兵们全部被血祭。医生捡起一台电脑，大家这才得知怪物嗜血残暴的根源。原来怪物的身体里混入了狼的基因，具有狼的遗传特性，对声音和血腥味异常敏感，力量更是正常人类的5倍。想不到的是，已经过去100多年，怪物的生命力似乎仍处于巅峰状态，并且细胞还不会衰老。宇哥并没有来到货舱，而是独自前往女囚查看，结果只看到一片惨状。早些时候，怪物已经杀到女囚这边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戮中，只有罪犯胖哥和老嫂子侥幸活命。2人四处逃亡，躲进电梯后才敢长舒一口气。就在他们以为安全时，怪物突然跳到电梯上方，视线受阻的缘故，直到打光子弹，怪物也没杀死2人。然而他还有更简单粗暴的手段，干翻电梯顶，进入内部。听到动静的宇哥赶到这里，及时救下老嫂子，胖哥则被怪物无情虐杀。伴随最后一根缆绳的断裂，电梯急速下坠，胖哥成了肉泥，而怪物依然坚挺地活着。宇哥带着老嫂子来到厨房，打开冷藏室，他才知道消失的下属们去了哪里。怪物越来越近，来不及悲伤，宇哥让老嫂子躲在冷藏室，他要一个人和怪物硬刚。巨大的力量悬殊，宇哥只有挨打的份儿。不过他还是抓住机会，在临死前咬断怪物一条胳膊。老嫂子躺在死人堆里，企图蒙混过关。怪物先是摸了摸，看有没有体温，紧接着把脸贴了过来，
好在老嫂子屏住呼吸没有暴露。直升机中，老王正带着制药公司的人朝着货轮的位置行进，这些手下眼角有着诡异的图案。行动之前，他们还将一种能提升战力的药水打进身体里，一针下去，左眼立马发光发亮，让人不明觉厉。显然，这些人和李氏一样，都是经过改造的生化人。听到引擎声，船上的人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。老嫂子惊魂未定地说着船上发生的事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老王一枪送走。赶来的小美、医生等人看到这一幕，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。小美亮出警察身份震慑对方，可老王根本不看在眼里。几声枪响，小美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没想到老王这么疯批，就在他要大开杀戒时，道日出手了。原来他才是隐藏的高手。看到他，老王似乎想起什么，连忙拽开道日的上衣。原来他也是生化人，当初和道日同一批次的有好几百号人。然而很多人架不住改造，死在了实验室里，道日也没撑住。最后这些失败的实验品被装车拉到养猪场，成了猪饲料。意外的是，本应死去的道日突然复活。逃出升天后，道日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，不料他还活着的消息传到了老王耳中。后来道日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。为了报仇，这些年他一直在调查制药公司，直到最近得知他们的偷渡行动，于是伪装成罪犯登上货轮。道日本打算回到韩国本土再找老王报仇，不想阿仁发动叛乱，所以他一度试图阻止，结果冤家路窄，老王竟然亲自登船善后，那只能开打了。还没来得及大战一场，怪物再次出现，虽然断臂，然而一般的生化人依然不是怪物的对手。说出来怕你不信，老王居然也是个生化人，在他面前怪物瞬间不太行了。他被老王单手举高高，挑断脚筋抹了脖子后，怪物终于下线。趁着混乱，医生从死去的小美手上拿到手枪，和花老头一起准备离开。可是不管怎么威胁，飞行员始终不肯开飞机。最后双方互相伤害，全部去见上帝。故事到这里，整艘货轮只剩老王和道日还活着。同为生化人，战况十分焦灼，两人一直从舱内打到舱外。当老王拿死去的孩子开玩笑时，道日彻底爆发了，重伤老王后一脚将他踹到海里。道日也随即跳下去补刀。制药公司偷渡行动宣告失败。然而生化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因为幕后大 boss 还活着。李氏来到小岛上的秘密基地，这里仍秘密关押着一些生化人，而李氏的真实身份也终于揭晓。他和怪物参加了同一批人体实验，也已经100多岁。当年怪物血洗实验室后，日本军方紧急叫停该项目。没想到几十年后，活下来的另一个生化人竟掌握这项技术。李氏来到一个少年面前，他和其他生化人不一样，不是通过注射药物后天改造的，而是天赋异禀。少年不是别人，正是道日的儿子。当年老王要对孩子动手时，察觉出了异常，于是欺骗道日，偷偷将孩子带到基地。故事最后，道日杀死老王活了下来，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。看着节奏是有续集啊！作为一部以血浆为卖点的 B 级片，《狼狩猎》里的血简直跟下水道里的水一样不值钱。看来导演说的论吨泼颜料绝非虚言。故事前半段为囚犯暴动，后半段变成了生化人阴谋，单拎出来都没太大的毛病，配上血浆和大开大合的打戏，观感也还尚可。可是把两段故事捏到一起，总有一种违和感，尤其是各种元素大乱炖。一开始好好的警匪枪战，突然变成生化人一边倒的屠杀，单个生化人杀得正爽，又突然变成所有人都是生化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血浆片的狂热爱好者，大可忽略这些细节，从头打到尾，各种高能画面，爽就完事儿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